你有没有发现，只要马桶里出现一堆泡泡，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不是肾脏坏掉了？甚至有人一看到健检报告出现尿蛋白，一个加号，整个人就开始怀疑，人生吃不下也睡不着。我讲一个门诊最经典的案例，陈先生冲进来的时候脸色发白，嘴唇都没有血色，手上还紧紧抓着刚拿到的体检报告，指节都捏白了。他一坐下来连气都还没喘顺，声音都在发抖，就急着问我医师，我尿蛋白那一栏写一个加号，而且马桶里都是泡泡，我是不是肾脏坏掉了？是不是准备要洗肾了？我请他先深呼吸喝口水，慢慢说。结果你猜怎么了？我帮他安排了一项更精准的检查之后，他的肾脏功能其实非常正常，所有数值都在安全范围内，肾丝球过滤率也漂亮得很。那这个红字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很单纯，他在做体检之前做了一件几乎每个人都会做的事，空腹8小时，又怕喝水影响结果，整整一个晚上加一个早上，几乎没有补充任何水分。今天我要带你揭开一个很关键的真相，你看到的泡泡尿很多时候其实根本不是肾脏出问题，那些让你半夜惊醒上网狂查资料的恐怖画面，很可能只是一场虚惊。接下来我会带你一步一步拆解泡泡尿背后的4大常见原因，每一种我都会讲清楚背后的原理，让你下次再遇到的时候能够心平气和的去判断，而不是自己吓自己。如果你或你的家人也曾经因为马桶里的泡泡紧张到睡不着，甚至因此跑去急诊，这一集请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我会教你怎么用最简单的观察法，在家里做第一关的自我筛检，还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才真正需要去看医生。我一直强调一个观念叫极简护肾，护肾并不复杂，它不需要你花大钱去买神奇的产品，也不需要你去做什么繁琐的疗法，更不用天天吞一大把来路不明的保健品。只要你能理解肾脏的运作逻辑，然后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就能稳稳的守护肾脏的健康。肾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会轻易喊痛，但它会用一些很隐晦的方式在跟你沟通，泡泡尿就是它最常使用的语言之一。现在请你先闭上眼睛，回想一下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早上刚睡醒，整个人还迷迷糊糊的，半梦半醒的走进厕所里解放，结果一低头，整个人瞬间吓醒，马桶里竟然浮着一层厚厚的泡泡，看起来就像有人倒了一整瓶的沐浴乳进去，或者像啤酒倒太猛时表面那一层绵密的泡沫，那一瞬间很多人会瞬间清醒，脑中还会自动跑出各种医学名词，什么肾衰竭、尿毒症、洗肾，所有听过的可怕名词全部一次涌现，然后就开始自己吓自己，整天心神不宁。先别紧张，在门诊像陈先生这样自己吓自己的情况其实非常非常常见，几乎每个礼拜都会遇到好几位。很多时候泡泡尿根本不是疾病，而只是3种非常常见的假警报。这3种假警报，如果你能学会分辨，你的人生会少掉很多不必要的焦虑。第一个假警报是纯粹的物理现象，也就是速度与冲击力，这跟你的肾脏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国中物理课就教过的原理。想象一下，你在电影院里憋了2个小时的尿，膀胱已经快要爆炸了，看完电影冲去上厕所那一瞬间的水柱，是不是有点像高压水枪猛力的撞击在马桶水面上？当尿液以比较快的速度、比较强的力道冲击马桶水面时，就会把空气搅进去，很自然的产生水花和泡泡。特别是站着解尿的男性，因为高度落差更大，重力加速度的影响更明显，泡泡也会更壮观。这完全是物理作用，就像你把水龙头开到最大去冲一个水桶，表面也会冒泡一样，不是身体出问题，对健康完全没有影响。如果你发现你只有早上第一泡尿或者憋很久之后的尿才会有泡泡，其他时候都清澈无比，那大概8、9不离10就是这个原因。第二个假警报是身体的无声提醒，也就是脱水与尿液浓缩，这也正是陈先生体检会出现红字的关键原因。大家去做健检时，是不是常常被要求要空腹8小时以上？这个空腹指的是不能吃东西，但很多人会因此刻意少喝水，甚至怕喝了一口水就会影响抽血或超音波的结果，而几乎完全不喝水。当身体连续好几个小时没有补充水分，血液会变得比较浓稠，肾脏为了保住身体的水分，会把尿液极度浓缩。这时候去验尿，原本只有很少量正常存在于尿液中的蛋白质，就可能因为尿液整体体积变小，浓度变高，而被放大检出，出现类似异常的结果，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伪阳性。而你早上看到那些久久不散的泡泡，其实就是身体在用它唯一会的方法大声提醒你，
我有点缺水了，我的河流快干涸了。所以下次早上看到泡泡，不用急着上网查各种最坏的情况，也不用马上去挂号，先去厨房倒一大杯白开水，慢慢的喝下去，补充水分。等过1-2个小时再去上厕所，你就会发现刚刚那些吓人的泡泡，很多时候就已经自然消失了。多喝水本来就是我们极简护肾最重要的第一步，也是最不花钱的护肾法宝。第3个假警报是环境造成的干扰，也就是清洁剂。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有时候泡泡根本不是身体造成的，而是马桶本身的影响。现在很多家庭都会在马桶水箱里放蓝色的清洁锭，或者定期用强效的洁厕剂刷洗马桶。如果冲洗的不够彻底，残留的化学物质就会附着在马桶壁上或存留在水底。当你的尿液和这些残留的清洁剂、漂白水混在一起发生化学反应，就可能出现大量起泡的现象。这种泡泡通常还会带着一点清洁剂的香味，和一般的尿液气味不太一样。遇到这种情况其实不难分辨，下次你发现泡泡不对劲的时候，可以先试着在解尿前先冲一次水，把马桶内残留的清洁剂彻底冲掉，或者干脆换一间没有放清洁锭的厕所再观察看看。如果多冲一次水之后，泡泡就明显减少或消失，那多半就不是肾脏的问题，而是清洁剂造成的影响。你可以省下一趟挂号的费用，也省下一整晚的失眠。好，如果我们前面已经排除了水柱太强、水喝太少、清洁剂影响这3种假警报，但你的泡泡尿还是持续出现，甚至越来越严重，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真正需要留意的核心关卡了，也就是尿蛋白。这是肾脏发出的正式警讯，我们要认真对待，但不必恐慌。那为什么蛋白质会让尿液变成一堆泡泡呢？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让大家秒懂。想象你面前有2杯东西，一杯是白开水，一杯是牛奶。如果你拿吸管去用力吹气，哪一杯比较容易产生一堆细密又不容易消散的泡泡？答案很明显，就是牛奶。因为像蛋白质之类的大分子物质会改变液体的表面张力，让空气进去之后被一层薄膜包住，不容易破掉，就形成了稳定的泡沫结构。正常情况下，我们尿液里其实不应该有大量的蛋白质。肾脏就像一台精密的过滤机，它会把血液里的废物滤出去，但会把有用的蛋白质牢牢留住。当肾脏这个过滤系统出了问题，肾丝球的滤网破洞了，把原本不该漏出去的蛋白质漏到尿液里，尿液的性质就会改变，变得比较粘稠，也就更容易出现像牛奶一样的泡泡感。这种泡泡通常比较持久，不会马上消散。这时候你一定会问我，那像陈先生这种渐渐出现尿蛋白一个加号，到底该怎么办呢？在门诊我通常不会只看一次报告就下判断，我会帮病人再安排一个更精准的检查，叫做尿液白蛋白与尿液肌酸酐比值。这个检查只需要你流1次小便，就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尿液中白蛋白的实际流失量，大幅降低尿液因为浓淡造成的误差。像陈先生后来检查的结果是23，落在一般临床认定的正常范围内，也就是小于30毫克每克，等于是安全通过警报解除。这时他才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真正松了一口气，笑着跟我说他已经在家里写了半本遗嘱。所以记住一件很重要的事，健检报告上的尿蛋白红字，先不要自己吓自己，更不能只看1次结果就下结论。单一次的尿蛋白阳性，尤其是在空腹脱水状态下验出来的假阳性的几率并不低，一定要搭配更精确的定量检查，连续追踪，才能真正判断肾脏的状况。说了这么多，在日常生活中到底要怎么分辨这是无害的泡泡还是需要注意的尿蛋白泡泡呢？我教大家2个在门诊最实用，而且你在家就能操作的判断口诀。第一，看时间；第二，看泡泡的特性。第一点，看时间尿，尿完先不要急着冲掉，稍微站在那里或者坐一下，等它5分钟到10分钟观察泡泡的变化。如果是单纯的物理性泡泡，多半在几分钟内就会慢慢变少，泡泡会一颗一颗地破裂消失，最后只剩下零星几个浮在水面上。不过我要先强调，这只是初步观察，不能取代正式的尿液检查。第二，看特性，这个更需要仔细看。一般正常的泡泡通常比较大颗，泡泡之间的间隔比较宽，也比较透明，看起来结构很松散。但如果是尿蛋白造成的泡泡，情况就截然不同，泡泡会变得非常细小，密集一颗紧挨着一颗，像是啤酒刚倒出来时最上面那一层绵密的奶盖，或者像卡布奇诺的奶泡。而且就算过了10几分钟，你刷完牙洗完脸再回来看，还是厚厚一层铺在马桶水面上，不太会消散。如果你观察到的是这种形态的泡泡，那就要提高警觉，安排时间去检查。
另外要特别提醒，轻微的尿蛋白很多时候是完全没有症状的，你不会痛，不会痒，排尿也没有任何不舒服。这也是为什么我在门诊会一直反复提醒糖尿病的病友和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规律追踪，不能凭感觉。通常建议每年至少进行1次尿蛋白的检查，这是守住肾功能的基本功。但如果拖久了，身体开始出现变化，就不只是泡泡尿这么简单而已。当你发现泡泡尿同时合并以下这些危险信号，就要特别注意，像是排尿习惯改变，本来一觉到天亮，现在一个晚上要起来好几次，尿尿的时候会灼热疼痛，甚至出现肉眼可见的血尿，尿量明显改变，变得非常少，或者相反的夜尿特别多，手脚明显水肿，而且你用手指按下去，皮肤会凹陷过好几秒还弹不回来，甚至严重到出现呼吸急促、喘不过气，或者下背部、两侧腰部持续有不舒服的胀痛感。如果有这些情况，请不要再自己观察了，也不要再上网问网友，直接挂肾脏科门诊给医师评估比较安全。把你的症状完整地、清楚地告诉医师，不要自己先下结论说我就是肾亏，提供最完整的线索是保护自己肾功能最重要的一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我们再复习一次。泡泡尿其实主要有4大原因：水柱冲击力太强造成的物理现象，身体缺水导致尿液浓缩，清洁剂或环境残留引起的化学变化，以及最需要留意追踪的尿蛋白增加。下次如果你又在马桶里看到泡泡浴一样的画面，先不要紧张，不要立刻联想到洗肾，先回想一下，是不是刚刚憋尿太久了，水柱冲得太猛，是不是今天一整天水喝得不够，尿液颜色特别深，还是刚好换了新的清洁用品，残留的药剂还没冲干净。很多时候答案其实都很生活化，跟你心里想象的那些绝症一点关系都没有。健康这件事，我们宁可多花1分心思去确认，也不要因为疏忽而少了1分警觉。尤其是早期的尿蛋白，它就像火灾警报器刚响起的时候，如果能提早发现、提早介入，很多时候是有机会把肾功能稳住，甚至逆转回来的。也回到我们一直提倡的核心观念，极简护肾，多喝水，帮助肾脏把废物排出去，多运动，维持理想血压和血糖，避免不当用药，尤其是来路不明的偏方和止痛药。把这3件事情做好，其实就是给肾脏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保护，胜过你吃再多的保肾丸。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一集让你少了一点焦虑，多了一点理解，也欢迎你把这个影片分享给身边那个看到泡泡尿就睡不着觉的朋友。你的一个转发可能就是帮他吞下一颗最大的定心丸，让他今天晚上终于可以安心的闭上眼睛。我是肾脏科医师，我们下次见。